上2支视频，舅舅分享了南瓜西米糕，里头有带过锦鲤红龟糕，部分网友很喜欢。私聊舅舅希望可以分享做法，刚好舅舅手上有个很好吃的花生内馅，与这锦鲤红龟糕特别搭。是的，超好吃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做看。先来处理内馅，花生米300克，炒或烤箱都行，去掉花生衣再打细，不建议打得太细，保留一点小颗粒，嚼起来比较香，像这样就好。将花生碎倒入料理盆中，加入1/4小匙盐，拌一拌匀。20克植物油，一般食用油都可以。花生酱150克，内馅加了这花生酱，特别香，而且会产生一点粘性，后续特别容易处理。将全部食材拌匀，内馅基本上就完成了。基于各牌子花生酱甜度不同，建议大家在拌匀后先试个味。舅舅今天选用这牌子，口味带点微咸，不爱甜的朋友就这样也很好吃。为了让大家更能接受，舅舅多加了40克细砂糖，又香又甜，简直太好吃了，希望大家也来试试。拌匀后搁置备用。紧接着我们来处理糕皮儿部分，马铃薯150克，切成薄片，方便蒸软，大火蒸15分钟。另取一个锅子，加入适量清水，香兰叶3片，打结后加入，中火煮至香兰叶溢出香气，水开后熄火，搁置一旁备用。这是蒸了15分钟的马铃薯，取出，趁热捣成泥状。取出水磨糯米粉300克，加入白糖20克，让糕皮有点底味。加入预先备好的马铃薯泥，加这马铃薯主要是为了让成品不变硬，考虑到要保留糕皮洁白，不然可以用番薯替代。取出煮开的香兰水，适量加入。基于马铃薯含水量以及各牌子的糯米粉吸水量有别，热水要一点一点加入，一直加至糯米粉呈面絮状，处无干粉状态。舅舅前后加了165毫升，这用水分量也只是供大家参考参考。接着再加入35毫升食用油，拌一拌匀后再揉匀，最终您会获得一大块如耳垂一般软硬度的大面团。取出一小块，调成黄色。再将另一小块调成红色。如果您不嫌麻烦，也可以用竹炭粉调点黑色。总言之，您印象中哪些颜色的锦鲤是您比较喜欢的，都可以加上。将各种颜色的面团各取一些，拼凑成一小剂。拼凑后的小剂面团重28克。今天这食谱完成后共22个。将一小剂面团搓圆，捏出个小碗状。在正中勺入1大匙预先备好的花生内馅，接着用虎口收拢严实。在掌心抹点油，再稍微搓圆。按出糕体内部多余气体。一个红龟糕拌成品就完成了，以相同的步骤处理完毕。对厨房新手，比较建议您用块湿巾将面团盖上保湿。香蕉叶剪成小片，在叶面涂上一层薄油防粘，再将完成后的红龟糕拌成品逐一打磨。将生坯倒扣在香蕉叶上，一个锦鲤红龟糕生坯就完成了。
蒸格内水煮开，放入生坯，盖上锅盖，中火蒸6分钟，见中开盖1至2次散热，抹干盖内水蒸气，再继续蒸熟。待成品降温后，将香蕉叶修齐，一个个福气满满当当的锦鲤红龟糕完成。将锦鲤红龟糕重叠摆盘，就能呈现一片花团锦簇、福气满满、喜气洋洋，且释放出让人心情感觉愉悦的效果。因为加了马铃薯关系，成品软糯糯的，室温下摆上一整天也不会变硬。糕皮儿又软又薄，内馅甜中带点微微的咸，特别解腻。舅舅，这太好吃了啦！舅舅也很满意，开心。在看视频的您，如果也有同感，下回有想做红龟糕时，请您试试舅舅这做法——锦鲤红龟糕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个非常美味的金瓜笋果。对初学者，它特别容易操作，一做就上手。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将400克新鲜竹笋切丝，然后在煮开的水里焯水5分钟左右，当然也可以焯更长的时间，这点您可以自己把握。新鲜的竹笋含有草酸物质，食用后会影响身体对钙质的吸收。焯水后就能将草酸成分很好的分解掉，而且又能够去除苦涩的感觉，让口感变得更好。大约煮到6成熟就能取出，因为切丝大大缩短焯水时长。接着将80克红葱片油炸。为了让最终成品更加美味，必须善用这葱油，因此请记得保留。锅里倒入2大匙葱油后，再将姜末爆香。竹笋性寒，少许姜末驱寒就好，过多的姜末将影响食用体验。再来加入约8克的蒜末一起爆香。然后是100克的肉碎加入略炒，不食用猪肉的朋友可以用其他肉类取代。是的，茹素的朋友也请您自行改用其他食材。接着将焯水后的笋丝加入，炒匀后就开始来调味了。1大匙的蚝油，2小匙生抽，半小匙的胡椒粉，以及半小匙的鸡精粉。再次将所有调味料炒匀。最后加入少许麻油。炒至水分收干后离火。起锅后，再将葱油片加入拌匀，内馅就完成了。接着来准备糕皮了。首先将150克的金瓜蒸20分钟，趁热将蒸熟后的金瓜捣成泥状。大碗内倒入300克糯米粉。50克粘米粉，这是糯米粉与粘米粉6比1，最佳比率。然后是半小匙盐，少量的粘米粉配搭竹笋咸口味内馅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接着将金瓜泥加入，然后是100毫升的清水，分次慢慢加入。
各个牌子粉类的含水量不同，水量还请自行调整。再来加入3大匙约50毫升的葱油，略微搓匀后，取出约50克面团，热水煮熟。煮至面团浮起即可。然后再次将熟面团一起搓揉匀，熟面团烫手，敬请小心。加了熟面后，面团更有弹性与张力，很好操作。一直将面团搓揉至柔顺即可。这面团外表光滑，软硬适中，非常满意。再来用热水将新鲜粽叶杀菌。煮过后的粽叶比较有韧性，不易裂开，这过程3至5分钟即可。将粽叶抹干后，再剪成小片状。使用前，在表层涂油防粘。将面团分成30克一小剂，这样最终成品将会更工整，制作过程也不会显得手忙脚乱。首先，取出个小面团搓圆，用拇指在正中按个深穴，再捏成小窝窝，勺入适量的内馅。对于初学者，不鼓励太多的内馅，馅多虽美味，但对初学者的确不易掌握。紧接着将膏体封口，在表面抹点油后，再稍微按至紧实。这时候可按照自己喜欢的想法塑形。对初学者，这造型特别简易，但是与粽叶搭配后又显得特别吸睛。捉紧要点后，就这样重复至完成。此食谱完成后共20个。水开后，中高火蒸15分钟。因为内有粘米粉成分，因此需要较长的时间蒸熟。蒸熟后的成品金灿灿的，特别诱人。竹笋咸口味内馅，配上加了粘米粉表皮，真可谓天衣无缝，吃多了也不腻，特别有饱足感。最后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任何疑问请留言，喜欢就按赞与分享，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大家都订阅了吗？订阅是免费的，订阅了才不会错过舅舅的好吃料理。